各位干货，我是罗索，欢迎来到美国公司法律说。说到非营利组织呢，大家总是会有一些误区，总是会把它与灾难、贫困、低收入人口、残障人士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。但其实呢，很多人不知道，非营利组织也可以很赚钱。欢迎来到我美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获取最新视频哦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下美国的非营利组织。首先要排除大家的一个误区呢，就是对于非营利、非营利和非营利这三个词之间的区别，听起来感觉有点像是这个语文考试中的近义词辨析啊。首先，其中这个非营利营地的营这个词呢，它的意思是说是你的这个组织是不是以盈利为目的，也就是说强调在主观意图上。那么后面这两个盈利呢，它的关系就比较微妙了。有的地方会认为这两个盈利的意思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有的地方也会对它们进行细微的区别。其中这个输赢的赢呢，这个盈利它的意思说的是表面上看起来起码是赚钱的，但还没有扣除一些成本。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毛利润。那么另外后面的这个盈亏的盈呢，它呢是说是扣除了成本之后仍然是赚钱的，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净利润。也就是说这三个词如果用英文来解释呢，这个营地的营的盈利呢就是 seek profit， 而这个输赢的赢的盈利呢就是 gross profit， 而这个盈亏的盈的盈利呢就是 net profit。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清楚多了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所说的非营利组织，并不是强调它最终是不是赚钱，而是关键在于它是否是以盈利为目的。在美国呢，其实大部分的学校和医院都是非营利组织。下面呢，我们来举几个例子，比方讲是美国的南加州大学，它就是加州的非营利组织；美国的斯坦福医院，它呢是加州的非营利组织。再看加州理工呢，它也是加州的非营利组织。说完了加州的呢，我们再来说一下其他州的，比如芝加哥大学，它就是伊利诺伊州的非营利组织；埃默里大学，它就是佐治亚州的非营利组织。在这里呢，需要注意，所有的这些大学、医院，在美国的法律性质上呢，都是属于是 corporation， 也就是说属于一个公司，但只不过呢，通俗上我们会把它叫做 non-profit organization， 非营利组织。那么非营利组织到底是如何赚钱的呢？其实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来源呢，主要是两个，一个呢就是经营性收入，另外一个呢就是慈善捐赠。先来看一下经营性收入，其实呢这是非常常见的，不要以为非营利组织就只能等着别人去捐钱，非营利组织也是可以明码标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。比如呢，医院看病的收入，还有大学的学费，这都是非营利组织非常重要的来源。另外，我们大家应该都去过大学的访客中心礼品店，这些里面呢会印着大学 logo 的这种水杯啊、运动衫，这些呢也是非营利组织的收入。还有比如说一个芭蕾舞团，如果呢他去演出，他收了门票的钱，也是非营利组织的收入。那么第二项呢就是慈善捐赠了，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，对于非营利组织进行捐赠的话，都是可以抵税的。那在这里呢，有的人可能会说，如果我是一个公司，我本来就有大量的 business expense， 干嘛需要靠这个慈善捐赠来进行抵税呢？大家不要忘了一点 ，business expense 不能太多。你的会计师会告诉你，公司不能总是亏钱，而且呢 ，business expense 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拿来抵扣的，哪些适合拿来抵扣，哪些不适合拿来抵扣，也是非常有讲究的。如果 business expense 报的太多的话呢，反而会增加被税务局查账的可能性。相比之下呢，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捐款就会好很多了。从这个图呢，也可以看出，在比例上面讲，非营利组织大部分收入其实还是来自于销售产品或者是服务的收入，而不是慈善捐赠。所以呢，下次再也不要以为说是非营利组织只能接受慈善捐赠，不能够明码标价的提供产品和服务了。在这里呢，我要提醒大家一点，对于我们这些在非营利组织进行消费或者是捐赠的个人来说，你们一定要搞清楚哪些是可以用来抵税的，哪些不是。如果说你在非营利组织购买了一项产品或服务，比如说在医院看病，比如说在大学交的学费，比如说你在纪念品商店买了一个水杯，那么这些呢，都只是一个正常的经营活动，对于你个人来说是不能够抵税的。而只有对于后者的这种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慈善捐赠，才是可以作为个人抵税的。这一期呢，我们介绍了非营利组织的几种盈利模式。那么除了开源节流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非营利组织都是如何节流的呢？有哪些类型的非营利组织呢？中国和美国的非营利组织都有哪些不同呢？下一期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几个话题。多点干货，少点啰嗦。这里是美国公司法律说，我是美国律师刘晓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那就帮我们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吧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。